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欢迎大家来到第129期的真朋友杂谈节目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稀缺的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天下新闻真假事实检查的栏目。然后呢，昨天节目播出以后呢，因为我们昨天做了一点新的尝试啊，在这个真朋友 APP 呢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我们主要不用这个 YouTube 的沟通渠道啊，因为对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来说，因为我们的 APP 不用手机号邮箱注册，更加安全，它更加敢说话。而且呢，这个 YouTube 还是经常吞评论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冤枉。然后呢，这个真朋友 APP 的这些反馈呢，有一些正面的肯定啊，但是呢，更主要的是反馈说，我们这种就是说昨天改成一集一个主题的形式啊，这个 YouTube 上已经非常多了啊，这个是大多数同类节目的这个形式，而我们的特色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新闻联播嘛，啊，那事实查证的基础上啊，播3到5条新闻，这个一次就看遍天下重要的真新闻了，啊，这个其实是应该坚持我们的特色啊，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又改回来了啊。那我们先呢，这个开始之前呢，来读一条观众的留言啊，就是他发在这个真朋友 APP 的这个真友圈的啊。他说偶然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 Neil 频道啊，推荐了 Shorts， 推荐了一个短视频啊，他澎湃的心潮和悲悯的情愫让我感慨良多。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沧海沉浮，悲悯依旧披身，飘扬经年，缱绻如昔未寒。感动时仍泪流满面，如风雨镌刻云天。惆怅时乃家国情怀，如山河米酒凛然。愿君所愿，所求皆所得，所思所量皆繁华。啊，这位美籍华人朋友啊，这真的是文采非常好啊，我都这个自愧不如啊。总之呢，就我说过很多次啊，我们做这个频道呢，我是完全没有财务压力的啊，所以我们的态度大家可以保证。然后这观众的鼓励呢，也是一种鞭策啊，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啊，这个就第一条，这个我们还是继续来跟踪啊，虽然跟了快20期了啊，但是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解析一下。那么还是关于娃哈哈啊以及宗庆后的这个事儿。那么截止2025年7月29号啊，我们录制这个时间之前呢，这个香港108.5万美元的流水，在香港高等法院的 e-registry 仍然没有 DCLS 披露文件或者 seal 密封卷的记录，也没有出现任何补交或者延期的这个就叫延限啊，也就宽延限期的这个申请。那8月1号就要这个对吧？5分钟聆讯了啊，然后呢，这个法官将决定是否将临时冻结令升级为 Mareva 永久禁令，同时呢，对于未披露的行为是不是会增加这个叫 contempt of court， 对吧？这个藐视法庭的这个制裁。那看起来现在就越来越危险了啊，因为我们的昨天的节目没有跟这个事儿，但是呢，看起来仍然没有官方的鉴定。还有呢，就是杭州这个 DNA 鉴定啊，从8月下旬取样，估计要推迟到9月啊，这个有一个推迟的可能性。那么总之呢，就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更新就是在于宗馥莉是否是会被判藐视法庭啊。那多家财经专栏呢援引了香港律师的观点，如果8月1号仍然没有披露的话，法官可以直接裁定 contempt of court， 处以罚款或者进入董事的资格。那这个是属于这个香港律师的意见啊。那这个宗室的母亲，这个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是否可能会介入呢？南方都市报啊访谈了继承法的学者，103岁的王树珍呢，理论上有第1顺位的继承权，非常优先啊，但是他需要监护人代诉，目前还没有迹象他会出面啊，目前还不改变这个格局。然后消费端的情绪上看呢，阿里数据啊，7月27到29号，娃哈哈天猫的这个日销量稳定在 1.0 到 1.1万件。那主力的水饮的类目订单呢，已经回到7月15日前均值的95%左右啊，就基本上回去了95%的这个95%的这个水平了。那么说明呢，舆论阴影呢，在这个渠道侧基本上消化了。那我们来看啊，重要的就是7月31号这个香港时间的工作日结束前，如果被告打算补打流水，会在聆讯前这个3个工作日内入卷。那如果7月31号下午5点，香港这个法院这个下班之前这个 e-registry 仍然空白，那8月1号升级 Mareva 禁令基成定局，而且大概率这个宗馥莉这一方会被判藐视法庭啊，因为你不按法庭的那个命令来做嘛。
那这个8月1号啊，我们来看这个5分钟聆讯，它好像是改到了这个香港时间上午10点。我们来看法官是否会这个披露，那个未遵令披露而造成马瑞瓦禁令，再加上这个藐视法庭的制裁，以及原告是否趁机就要扩大这个冻结的范围，比如说他追加了香港的房产或者证券账户。好的，那么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博主啊，就是都呼吁大家关注这个娃哈哈的员工维权啊，这我们觉得也可以深挖一下这个事儿。那我们下面呢就按脉络、证据、影响3层的这个结构啊，我们把这个应该讲我们把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员工维权的这个事儿，2024年以来，从脉络、证据、影响3层结构，对于工人抗议啊、集体维权啊、诉讼啊，我们完整的拆解一遍啊。为了避免将这个零散的传闻与已核实的事实混淆呢，我们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可查、官方主流媒体文件以及仅限于2手转载啊，这2个分类啊。那个我们后面会来这个讲一下。好，首先呢，这个24年的8月到9月啊，出现了大规模的改签劳动合同事件。那么上千名娃哈哈的老员工被要求与娃哈哈解除合同，并转签到这个宗馥莉控制的这个宏盛饮料集团，干股分红权益也随之作废。而杭州的下沙基地啊、海宁基地等等，约700到1000人进入微信群筹备维权，然后他们是要求保留干股分红，拒绝被降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还发布了一个这个维权的帖子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诉求也讲的是非常的激情啊。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员工的这个意见是老员工的意见是非常非常大啊。那么24年的9月11号呢，这50名以上的员工啊就开始联合起诉娃哈哈和宏盛，杭州市拱墅区的法院呢是立案了啊。那么他们要求确认2018年职工股权回购无效，恢复持股，赔偿工资的差额。那么25年2月16号，这个陕西三元乳品车间呢突然停产啊，就是在陕西的三原县，那50余名一线员工被迫停工，工资降至最低生活费。员工的诉求是要求说明停产原因与期限啊，补发工资，社保那个不能断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图片啊，这就是那家停产的这个娃哈哈的工厂啊，一个非常凄凉的景象啊，这是陕西三原县的这个工厂。好，那么25年的这个4月到5月呢，这个停薪啊、调岗啊、这个降社保啊，触发了多地的集体讨说法。那么浙江衢州啊、江西吉安、天津以及西安的销售体系等等啊，都出现了松动。那么各地的工厂与销售中心累计大约1500人啊，这是腾讯新闻的这个统计。那么他们要求公开重组方案啊，补偿差额以及这个撤回调岗的这个决定。那么25年5月8号呢，杭州精密机械公司40到50名员工啊，冲进了宏盛管理层的办公室，索要之前承诺的这个薪资补差的方案啊，这是在杭州市萧山区。那么他们要求执行原来的承诺，恢复岗位的等级。那么25年的这个5月啊，这个13到19号呢，媒体就集中曝光了娃哈哈18家分厂停产、员工维权的事件，涉及到深圳、重庆、天津、陕西咸阳、浙江衢州、江西吉安、沈阳、大理、广元啊，这个双城等等，他们都要求说明清算去向啊，补偿 N+1以及代工去向的这个透明。因为当时不是宗馥莉为了限制这个所谓杜氏嘛，所谓这个宗庆后2房的这个相关的权益，然后这些工厂其实没什么问题，他就是要求停工停产啊，然后他还找金麦郎做代工啊，那这个引起了老员工的非常大的意见。那25年6月份呢，上城区的财政局啊牵头国资专班开始登记停产员工数量、欠薪的金额啊，这是发生在杭州。那么政府呢介入调解，避免事态外溢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所有数字啊，都引自这个主流财经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官方文件啊。那么这个员工的核心诉求呢有3条主线啊。第一条呢是干股职工持股会的这个权益被稀释。大家知道职工持股会啊，它的这个核心其实是杜建英啊，也就是所谓的宗馥莉最恨的那个人啊。那么1999到2018年呢，员工的持股会曾经持有24.6%的股份啊，而且是享受分红的。而2018年呢，娃哈哈统一回购了员工的股份，每股3元人民币啊，改成了干股分红。员工质疑这个价格过低，回购程序不透明。24年这个改签宏盛合同啊，被视为彻底的这个切断了这个干股的念想啊，那么成为了首波这个诉讼的这个焦点。
那么停产停工呢，也导致了工资的断崖式下降。陕西的车间啊，从5000到6000元啊，降至了这个最低生活费啊。那杭州的销售总监从月薪100万降至不足800元啊，被媒体放大啊，这新浪新闻啊，然后这个腾讯新闻都有报道啊。那么部分员工被要求自愿外派外地啊，甚至是擦机器啊等等这个变相的降岗，那么引发了群体性的抗议。那宏盛系与关停的18场对比，这个是悬殊的。那么25年初啊，这个娃哈哈关停了18家自有或合资的分厂，名单中呢几乎没有宏盛系，宏盛却在天津、怀化等地新建了18条高速生产线。啊，那么这个员工和地方媒体质疑这个长公主啊，宗馥莉把国资和员工工厂关停，把订单导向自己控制的这个宏盛，左手倒右手啊，这就是刚才那个举报帖子里面说的，这个他说他侵吞国有资产啊。那么公司层面与政府的公开回应有哪些呢？娃哈哈集团有一个统一的新闻稿，说是这个产销布局优化、转型阵痛，均已依法这个启动这个清算程序。那么宏盛饮料没有单独发声，它默认是接单扩产，属于市场行为。那么杭州上城区财政局就是这个国资专班呢，媒体答复说正在核查商标转让、职工持股会以及内部这个控制的3项问题啊，就国资有可能要介入了。那么地方这个人社和劳动部门呢，有个案的协调，对于停产的工厂呢，推动了出具工作安置方案的这个事情，然后督促他们发放生活费。啊，那么法律路径的进展来看啊，杭州的这个劳动合同纠纷啊，有50起以上的案件，24年9月份开始陆续立案，那么25年3月要集中调解。那么已经有23名员工接受了 N+3的赔偿，并且撤诉了，其余案件呢进入了仲裁阶段。而职工持股会的这个回购之诉呢，这筹备阶段啊，这700名员工签名啊，律师团队准备以公司法第75条股东知情权来起诉，要求披露2018年回购资金的来源。集体信访啊方面，这国资专班，国资方面是掌握了46%的股权啊，对于内部人控制是高度敏感。其实国资对于宗馥莉也是很不爽啊。那么如果发现资产贱卖或者侵害小股东权益，可能会行使他的特别表决权。那我们来看这个抗议啊，对娃哈哈的经营与品牌的实际冲击啊。那么电商销量，25年的第2季度，娃哈哈天猫旗舰店日销量由5月份高峰的12000件，到风波这个7月低谷只有7000件啊。但是7月下旬又回升至这个1万至11000件，我们刚才也这个回顾过。那么这个我们回顾来看呢，渠道的恐慌已经部分修复，但是没有回到这个风波之前的高点。那么线下补货方面呢，省代暂停订货高峰出现在5到6月，那7月后呢，官方回流正常啊。国有品牌的优势加上这个政府调解起到了稳定作用。为什么说是国有品牌呢？因为它的这些品牌啊都在这个娃哈哈这个主公司里面。那么这个娃哈哈是集团有限公司啊，这个公司呢，因为国资是大股东啊，所以它就变成了国有品牌。那么它的对手也受益了啊，同系农夫山泉的市场占有率上升至了23.6%，创历史新高。那市场份额呢，暂时流向了竞争者。这个舆情的情绪来看啊，娃哈哈加维权的搜索指数啊，5月15号是高峰，而7月20号是下降了60%。舆论热度呢，随着家族的诉讼啊，这个而转移，对吧？变成了这个宫斗。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博主呼吁啊，大家应该去关注这个员工维权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啊，这个娃哈哈工人抗议啊，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劳资纠纷，而是家族的股权重组、国资监管与生产链重塑3股力量夹缝中的必然副作用。那硬节点呢，还是在8月1号和9月啊，一旦海外的资金被锁，亲子关系坐实，那宗馥莉就必须把合理补偿写进和解条款，才能够真正的给这个跨越了2年的这个抗议画上一个句号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个施永信啊，我们也关注了几期了。那么过去48小时呢，截止到7月29号啊，这个东八区时间，那么出现的硬信息呢只有2条，但是分量都很重啊。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啊。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张图啊，就是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少林寺的景象啊，其实看出来没有什么变化，而有记者真的去拍了，也没有见到所谓的黑衣人啊。这个看来是无图无真相啊。好。那么我们来看7月28号啊，中午的这个12点55分呢，啊，这个中国的佛教协会光速发布了这个，对吧？这个正式公告啊，注销了施永信的戒牒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真朋友 APP 啊，我们大群里面，这个我们快2万人的大群啊，很多人在这个有一点嘲笑啊，说这下面评论最多的，因为大家也不敢说话，评论最多的呢就是戒牒是什么？哎，这个其实就是当年好像鲁智深就是去捐了一个戒牒，对吧？然后就变成了花和尚啊。然后呢，宣告了这个施永信啊，僧籍终止，他不能再当和尚了，不能再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当和尚了。他其实呢，
根据新华网这个报道啊，是为这个司法追责啊，扫清这个出家人不入俗法这么一个障碍啊，它要扫清一个形式性的障碍，所以佛教协会必须要赶快宣布，先要开除他的僧籍，让他还俗啊。那么7月29号4点半到这个5点40分呢，这个少林寺管理处的官方微博啊，以及新华社、第一财经等快速跟进啊，依据这个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礼请应乐法师啊，这个前白马寺的方丈出任少林寺的新住持，并确认应乐已经到岗到寺履职了啊，这标志着这个少林寺啊完成了人事断腕啊，这释永信对于事务的全部法定权限即时终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应乐法师啊，他的长相啊，给大家认识一下。我觉得长相呢，比这个释永信好像稍微好一点，但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价了。好，那么除了上述2条呢，目前呢，公安纪委啊、纪检系统啊，截至这个我们这个录制的时候啊，仍然没有发布任何立案或者追留立案、拘留或者是留置、批捕这种公告啊。那释永信的具体羁押措施啊、罪名啊与证据链条依旧处于这个叫侦查保密期啊。那罕见的这个戒牒注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戒牒啊是汉传佛教僧人的教籍证书，按惯例只有还俗、圆寂或者被认定触犯严重戒律啊，才会被注销。那么佛教协会呢，此次用性质十分恶劣，并在19小时内啊，这个以中国官方的效率那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19个小时，那24小时没到，他就完成了审批，速度之快，在近20年宗教系统中极为少见。侧面说明调查组已经向行业主管部门出示了足以认定其严重违戒的基本事实材料，或者呢，就是2杯水1句话，对吧？谁敢不听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嘛。好，那么新住持应乐法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官方履历啊。他是1966年7月河南桐柏出生，那么他好像和这个释永信是一样大的啊。那么他出家呢也是差不多的时间。那么这个1982年啊，这个李海博法师剃度。那么1983年呢，于这个南京的栖霞寺啊受具足戒。那么他呢是这个1990年呢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啊，这是北京牛街的这个中国佛学院啊，在北京待过的朋友都非常熟啊。那么这个职务呢是他现在是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以及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啊。那么他的经验呢是2005年起就担任洛阳白马寺的方丈20年啊，被业内视为中原清修的样板的这个营建者。这个白马寺我还去过一次啊，它就在洛阳的一个比较靠北边的一个这个火车站旁边啊。那时候这个我们大学毕业旅行啊，去了这个正好就去了少林寺，也去了白马寺啊。那白马寺呢，大家这个学过历史、中国历史的都比较熟悉啊，它是被广泛的认为是中国第一座官方的佛教寺院，历史地位极其重要。它建于东汉啊，这个永平11年，就是公元68年，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啊，世祖啊，叫世元祖庭啊。那么是第一古刹啊。那么这位法师呢，他是长期的在省佛教协会工作，与这个人脉呢与政府部门磨合成熟啊，被视为外派稳盘的人选。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习近平呢是在2025年5月19号下午啊考察了白马寺，他重点了解了佛教中国化的进展啊和寺院文物保护的情况。据这个当时的官方报道啊，河南日报写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啊于5月19日下午来到白马寺实地考察，并强调白马寺见证了佛教融入中国、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你看他这个话是说的非常有方向性的啊。那么指出要引导宗教与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啊。那么这个施应乐调任的原因呢，其实就不言自明了。他曾经陪习近平视察过白马寺啊，大家来看这个照片啊，最左边就是他了啊，这是官方的照片啊，你可见他这个官方的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好，那么他这个上任呢，被视为对宗教政策方向有认同啊，形象符合宗教中国化的需求。那么中共的意图考量呢，是借习近平考察强调这个佛教与中华文化融合的背景。当年这个考察为什么去这个白马寺？那为寺院管理层做这个叫选人投入的这个示范。但是这个考察呢，是不是也是揭开了这个施永信这次所谓落马的这个开端呢？我们还有待考察啊。那么组织流程上呢，这个根据佛教住持任职办法，按理说呢，这个调动呢需要民主评议啊，佛教还要寺院还有管理委员会啊，还要审批备案。
虽然程序仍在，但是调动背景明显具有政治属性啊。我这上一期节目讲了啊，我有一位这个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那么这个学者朋友的观点呢，他就说这个党的触手啊深入了一切。其实从这些事件，包括这个新住持的调任，都能够看出来啊，就有所这个发现。好，那么为什么这个换住持会赶在这个刑事案件，包括任何调查的结论之前呢？第一，他是要确保少林寺事务不停摆，对吧？因为我昨天我也说了一个观点，这可能也是一种远洋捕捞啊，对吧？这寺院太有钱了，现在国家没有钱。那么少林寺呢，暑期日均客流是1.8万人，如果没有住持的这个签批的话呢，大额采购啊、旅游合作、景区安保都没有办法走账啊，都没有办法给这个保安付工资。那同时呢，还要防范这个资产外流啊。任命这个新住持之后呢，寺院的公章、财务章啊、对公的这个账户，包括网银的 U 盾等等，都会立即更换这个责任人啊。那么配合调查组可以冻结可疑的支出通道。同时呢，这个于行止血啊，那个这个政府啊、佛教协会啊、寺的这个少林寺的管理委员会啊，三方合力在48小时内完成了拔钉子补位2步，显示处置节奏已经上升到省级以上统筹，说不定就是2杯水的意思啊，这估计是高层直接受益的啊，所以呢流程什么就不重要了，对吧？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这个事儿呢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事儿早有端倪啊。好，那么仍然没有解开的3大悬疑点啊，第一是这个强制措施的级别，目前只有媒体说它这个适用性呢是7月25号前后被新乡的警方带走啊，新浪财经的报道。那如果进入了刑拘或者留置，那河南省公安厅啊，包括什么纪委啊这些这个监委的这个官网，通常会在7到10天内挂一个简报出来。当然，它的罪名落点，其实管理处的通报笼统写的是挪用啊、侵占，然后这个女性关系，然后私生子，但实务上呢？职务侵占罪啊，这个挪用资金罪是比较常见的啊，一般只牵涉到胁迫或者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它才会触及到这个刑法的性侵条款。而15年的旧案啊，这基本上是被翻案了。那10年前已被政委的私生子指控，因为当年这个是施延鲁的这个指控啊，是非常具体的，甚至包括了户口本啊。那此次呢就被官方重新提起。那如果最终判决确认了私生子的存在，那意味着出现了新的 DNA 或者当年的 DNA 造假，对吧？或者是出生档案的证据，那意味着这个牵出了伪证、包庇等连环犯罪，还会这个波及到更多的人啊。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好的，那么2012年呢，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啊，然后大学毕业不久，那么我是经历过这个2012年北京的721大雨的，而且呢，当年有公司的合伙人啊，他的朋友就是在立交桥下被困溺毙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的图片，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北京大雨啊，这个回忆一下，这个你看，这是当时被淹的这个车辆啊，这个应该是在东二环那一带，东南二环那一带，啊，也是非常悲哀的事件啊。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儿呢还是在重演啊。那么我们来看关键的数字啊，这个目前官方通报北京大雨死亡已经达到了30人，密云28人，延庆2人啊，上有因山体滑坡等失联人员还在搜寻当中。一般呢，中国官方报的这个伤亡数字啊，大家都要这个觉得这是最低的数字啊，因为它一定是不得已才会报出来。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密云和延庆这个城区的景象啊，密云区和延庆区城区的这个景象。也是非常惨烈了啊，内涝非常严重。那么受灾的转移呢，达到了这个80332人啊。那么3大这个山区的区县啊，包括了这个密云啊、怀柔啊、房山啊，占了这个接近一半啊。我们来看一下山区的景象啊。到了山区呢，其实这个景象就非常惨烈了啊。北京市有大量的山区的啊，因为它合并了河北很多周边的山区区县啊，所以这个山区的景象就更加的惨烈。那我们接下来看啊，那么这一次大雨呢，最大的过程雨量达到了573.5毫米，是密云的叫廊坊峪啊这个地方，它接近了北京常年全年的平均降水，也就意味着4天时间下了1年的雨啊，这是很可怕的。最大的小时雨强呢达到了95.3毫米啊，这个1小时，那么是怀柔的东峪这个气象站记录，远超了极端强对流80毫米的阈值啊，95.3毫米，这是很吓人的。那么道路毁损达到31处，16条道路仍然没有抢通啊，这是中国网的报道。那么京郊的这个山地公路啊，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断电的村庄达到了136个，
啊，然后同时呢，通信光缆62条损毁，1825座基站退服。航班取消啊，首都加上大兴机场取消了106架次的航班啊。那么这个中国的中央应急资金啊，已经首批拨付了550就是550个百万，那就是5.5亿元啊。那么加上20亿元的这个中央预算内的投资。那么降雨的过程啊，我们来看7月23号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啊就开始北抬，北京进入了一个降雨的持久战。26号晚上到27号凌晨呢，怀柔密云就多地出现了多个气象站记录到了大于每小时80毫米的极端短时暴雨。那么28号这个晚上8点钟呢，北京将防汛的响应提升到了1级，气象台3小时内连续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那么29号的这个晚上0点啊到早上8点。那全市这个最危险的路段，是全市最危险的时段。那么这段时间呢，大部分山区的24小时雨量都达到了200毫米到350毫米啊，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么29号这个中午1点钟左右，那主体雨带呢北移减弱了，但是山区的山洪与次生灾害啊高风险仍然在持续啊。那么为什么这轮雨势这么极端呢？这有一个3碰头的趋势。首先呢是这个副热带高压啊。它的这个西北侧这个西南的这个暖湿急流啊，源源北输，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那第8号台风啊，这个竹节草外围的水汽呢也远距离输送了。那华北的短波槽东移啊，抬升这个提供了抬升的触发，这些气象系统呢，在北京的西北东北的山地形成了地形抬升，加上列车效应啊，源源不断，使得这个降水云团在山前反复经历这种补给触发滞留的死循环啊。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么山区的地形呢，形成了雨井效应，62%的山区丘陵呢，将水汽困在了密云、怀柔、延庆一线，雨量呢较平常呢高出了1到2倍啊。那有一个气候背景，就是连续的第3年啊，华北入汛的这个入汛期，就是连续3年都有这个华北暴雨的出现啊。那多位科学家指出，此类事件的频繁呢与强度都是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在显著上升的啊。这个也可以称为这个 El Nino， 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啊。那么我们来看影响啊，人员与社区方面，伤亡主要集中在山洪、滑坡、房屋瞬间漫顶啊这种场景啊，淹过了屋顶。那么部分居民在夜间被紧急叫醒撤离，社区受损啊，商铺、农家乐以及农村自建房被淤泥掩埋，单户直接损失在10到20万元啊，非常普遍。路透社的报道。那么还有这个中国网啊，这是报道是这个公路16条山区干支线仍然阻断，桥梁坍塌，路基冲毁。然后铁路方面呢，京郊的 S2线啊，然后怀柔密云啊，通密线，就通州到密云的这个公路全线停运。后续的这个列车呢就是铁路啊，那完全停运了。那后续的列车呢，就是分批停运或者是折返。航空方面当然已经说了啊，这个首都和大兴机场这个高峰时段的流量削减了就超过70%啊，两个机场呢合计取消了超过100次的这个航班，而136村停电啊，光缆62条损毁，那移动基站呢有1800多座都损毁啊，移动信号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证券时报的报道。那么水系与风险外溢呢，密云水库建库以来啊，它已经目前是经历了最大的入库洪峰啊，于这个27到28号分阶段泄洪，最高的下泄流量达到了每秒钟820立方米啊，为后续的台风这个要预留一些库容啊，要不然这水库要溢出了。但是呢，这个下游的这个灾害呢，由于这个密云水库不得不泄洪，所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下游的潮白河、这个白河啊，水位快速上涨。那么顺义啊，然后通州这个低洼区发布了河道避险警报啊，我估计很快这个河北也要遭殃了。那么目前呢是这中国启动了这个国家防总啊，国家这个防总启动的是京津冀3级防汛响应，28号晚上啊，那么28到29号呢，北京市防汛1级响应，全市这个停课停景区，非必要不上班。那么资金来看呢，中国财政部加发改委刚才说了，首批有5.5亿元的这个紧急救灾款，追加20亿元的这个灾后应急恢复投资啊，当然跟这个2杯水大撒币的那个金额相比，简直是9牛1毛啊！这个28到29号啊，路透社也报道了。那么武警啊、消防啊、蓝天救援队啊，累计出动了1.2万人次啊。那么这个官方会商啊，也是这个目前还没有公开啊。那与历年历次来对比呢，12年那次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形象的感受到了啊。23年呢有一个这个杜苏芮的这个台风的残余环流，是北京的城区与使北京的城区与房山低洼区内涝严重啊，33人死亡。今年这个山区洪灾呢更加突出，但是城区的排水表现呢，目前来说略有改进，但是整体上
和12年还是没有质的飞跃。好，21年这个郑州720大雨啊，大家都知道，那单点的极值其实比这更高啊，这雨下的更加大。然后城市的内涝与隧道的溺亡占了大头啊，就是包括地铁都非常惨烈啊。北京事件呢，凸显了这个华北山区山洪、滑坡这种链式灾害的风险。所以你看，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啊，那就叠加了饱和土壤。那未来3到5天还是要看这个滑坡、泥石流啊这种迟发型的风险啊，尤其是北京的这些山区啊，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去爬山，这个密云、怀柔、平谷北部的这个山谷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是非常非常山的地方啊。那台风竹节草预计30号起就要影响华东啊，华北的这个雨势暂缓，但是需要关注再次远程输送水汽的这回马枪啊，同时还要关注饮水安全啊。这个杭州刚出过事儿，对吧？密云水库啊，短期的富营养化与浑浊度急剧上升，那需要后续加大这个原水监测与应急净化。所以这是一次呢由多重环流共同驱动啊，地形放大以及在山区呢引发了链式灾害的罕见的极端暴雨。虽然北京近年来在城区排涝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山区防洪、预警以及生命线工程的短板依然被彻底暴露出来。哎呀，这也是这个一声叹息啊。好的啊，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这个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啊。这个我们是每一天东八区中午12点啊，然后日本、韩国是1点，然后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啊。我们录的地方美国西部时间每天晚上9点或者冬令时晚上8点。然后美国东部和这个欧洲的朋友啊，你可以早上起来看啊。那么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天下新闻真假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真朋友 APP 啊，苹果可以搜索真朋友，安卓的 Play Store 可以搜索 Very Real App 啊，非常真实 APP， 是绝对的匿名注册啊。包括在中国的朋友啊，你可能需要用 VPN 来上啊，但是呢，它不收集手机号啊，不收集邮箱。这个给了大家很大的安全感啊，同时我们有很多增强的加密和安全功能，可以让你放心的匿名注册啊，一个昵称就可以进来，系统还自动给你分配头像啊，防止你被人肉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APP 呢是有一个18000人大群，对吧？这个最大的群我们可以讨论，还有好多小群啊。可以加入啊，我觉得司机群的这个氛围就很好啊。然后呢，同时呢也有这个真友圈啊，自由的朋友圈，大家可以这个百无禁忌啊，言论自由，然后也给我们节目投稿啊，还有试喝茶的功能啊，这可以和这个节目一样，点一下是不是真的，欢迎大家体验。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